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Async Talk 是一档外部开发的视频和播客节目，大家可以在各大视频网站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来找到我们。我是 Async Talk 的主播安娜塔。今天的话，其实来源于我的一些工作以及个人的感受。我会觉得，在 AI 时代，我们写代码的方式是产生了非常大、非常深远程度的改变。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尤其是在像各种 coding agent 出来之后，这种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的变化程度，我觉得可能是我职业生涯这么多年以来，甚至到我知道有程序员这个职业以来，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先从我最熟悉的领域开始，像大家其实都知道，我是比较偏好于 Next 以及 Node 和 Golang 相关领域的。那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一样，我还是首推你来去尝试使用 Next.js 来去做项目，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你可以通过这个音频来去了解 Next.js 相关的一些 feature， 它真的非常强大。我认为是目前 AI 时代最好的一个外部开发偏前的一个框架，它甚至可以取代一些小后端。另外一点是 Tailwind CSS， 那 Tailwind CSS 它强到什么程度呢？几乎现在所有的 coding agent 它生成 Tailwind 默认生成的颜色都是紫到蓝的一个渐变，这就来源于 Tailwind 的作者他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写法，它深刻地影响了 CSS 的发展。那其实 Tailwind CSS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你就应该用这个项目，它对于 AI 是非常友好的。另外一点是 Node.js， 那 Node.js 它是一个目前我认为最契合 AI 时代的一个项目 ，AI 时代的一个语言。OK，Python 也算，但是 Python 它没办法写前端。那 Node.js 我认为是目前最合适的，它对于整个 AI 社区的整个链路，其实对于 Node.js 的支持都是非常好的。像是最出名的 Cloud Code， 它其实用的也是一个 Node 的衍生版帮。那第二点，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用那些 library， 要用的那些第三方的库，你一定要关注它的 star 和下载量。它对于我们现在尤其的重要，因为很多库其实我们已经不看文档了，已经不去了解它是怎么做的，它的一些设计是怎么样的，而是完全交给 AI 去做。那如果说你用一个非常小众的库，那 AI 它的预训练数据集里边可能很少的才会有这个库相关的内容，那它生成的质量就不会太高。那如果你把一个完整的 document 丢过去，一方面是它整个 context 会拉得非常长，那另一方面是 AI 能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个文档，其实也是另一回事儿。所以的话，我会建议你说用那些 star 数量和 download 数量比较高的那些项目。比如说，你如果选择一些网络请求的库，你可能有很多个选择，你有像 Vercel 的 SWR， 或者说 TestStack 的 Query， 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 library。那我建议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就用下载量最高的。那这种情况下会让 AI 来去生成更高质量的东西。那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你可能在一些公司工作，你们内部也许有一些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 team， 他们来去用一些，比如说安全的名义，来强迫你们来去用一些他们自己生产的一些 library， 那些 library 性能很差 ，API 设计很糟糕，也完全没有什么整个 overall 的设计，它甚至可能会影响你们主应用的一些性能和一些指标以及一些东西。但是 whatever， 你必须得用。那碰到这种情况，你不得不用这些框架对或者库。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建议你说强推他们说用开源产品的 API。让他们把这个项目包装成开源产品的 API 去用，这样你在你的 prompt 里面，或者说你的 system prompt 里边，你就可以去告诉 AI 说 ，OK， 你要用这个库，但是你从另一个包引，你从公司的私有包引，但是它的 API 都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 AI 它会生成质量也许会更合适的一些代码。当然了，我会更建议说，把这些私有的包的代码能够放给这些 coding agent 去读，让他们去分析里边的问题，让他们来去认为怎么样做，怎么样去编写 API 是更好的。对，这种话会对你的效率有个更高的提升。OK， 第三点我想聊的是说，关于我们之前写代码，其实很多时候是人写的，不能说很多时候了，100%是人写的。那人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智力非常高。人的智力是要远高于其他任何生物以及目前的 AI 的，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个项目写得非常复杂。你可以把一个，比如说声明变量 let a 等于1，你可以写出花来，你可以写成 B 包里边层层嵌套，最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你甚至可以把 Java 的那些模型全部去套用到，比如说你的 Go 或者 JavaScript 的代码里边，它会导致你的整个代码写得非常庞大，看起来非常专业，但实际上一坨。但不管。
人类的智力还是比较高的，它可以写出来非常复杂的代码。但是在 AI 时代，我会强烈建议你说把代码写得简单一点，因为越简单 ，AI 它对于这个会越容易理解，它会花更少的上下文来知道说你要做什么。那进而的话，它会使你的效率大幅度提升。那如果 AI 它能简单的理解到你的东西，它就可以把更多的 token 去花费在那些它需要做的事情上面。那这个时候，你不仅是在写那些可读性高以及简单的代码，更重要的程度是说，你可以写非常大量级的复杂的代码。之前我们可以理解为 AI 它只能写大概10万行这个级别的代码。那如果说你的代码够简单，然后它的逻辑够清楚，那我们也许可以突破到15万甚至20万这样一个级别。那第4点，我想分享的是关于我们不要过度的工程化。在 AI 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有非常多的工程实践，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 MCP。那 MCP 就是你给这些 AI 工具来去提供一个 MCP 的 server， 这些 AI 可以通过这个 MCP server 来去做一些事情。那第2个例子是 RAG， 就是 RAG 这个项目，就是当我们文本的数据量大的时候，我们把它向量化，那向量化之后，让 AI 去中间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优化，所谓的优化以及检索之类的，让 AI 去更容易读到更大的量级的 context。但是现在情况其实已经非常明朗了，这2个路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完完全全的错误。那第1点 MCP 它的错误在于说，系统命令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对于 AI 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我刚刚提到说关于第三方 library 的事情。那第三方 library 其实 AI 并不是很懂，那 MCP 其实也是一样的。MCP 只是一个通信协议，那怎么样这个进行通信协议 ，AI 是需要理解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那倒不如说我们通过 Unix 的一些命令来去接访，比如说 ls-grep 或者 list， 甚至你可以用一些非常复杂，比如说 fmpeg 这样的命令，但 AI 的理解它都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去更高效的检索，那就导致 MCP 以及 RAG， 我认为这条路目前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当然，它带来的一个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工程化，我们其实应该去相信 AI 以及已有的一些知识，来让 AI 可以更好的理解，更容易的去做事情，而不是说给它加上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谓的工程化的优化。我们听起来它会是优化，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它对 AI 是一个枷锁。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要分成2片的看。那第一片是，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做项目的，我是不建议你去使用过多的 MCP 以及过度的工程化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公司工作，我非常建议你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它对于你的项目，在我看来是负优化了。但是在一些公司看来，它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东西，它会产生非常大的价值。对，在他们的角度来看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如果做这些事情，会让可能其他人理解，认为你走在前沿。那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出发，你确实应该去多做这样一些事情。那下面一点，其实接着不要过度工程化这件事情来说，那也不能说完全不做工程化，而是说应该做有限度的。那毕竟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复杂的业务开发，复杂的一些项目。那对于 AI， 它很多时候是不能 one shot 在一个 prompt 里面去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中间势必要有一些沟通，比如说 feedback， 比如说你再继续的跟 AI 聊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 agent framework 的。当然我们有2种选择，一种是我们自己去做一些 framework 去完成中间的这些事情，但我们 callback 回第2点，我会建议你说来去用 OpenAI 的 agent framework 或者说 Cloud Code 的 agent SDK 来去尝试做这样的事。其实我有用过 OpenAI 的 agent framework 来去做一个事情，我几乎只是在1个下午就做完了一个简版的 coding， 它其实还是蛮有用的。这个 library 它对于整个工程支持都是非常好的，它从最前期的一些 prompt 设计，包括中间的 guardrail 以及一些 handoff 的设计，到最后的一些 tracking 之类的，它都支持的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你有一些 agent 的需求，你可以考虑尝试去接入 OpenAI 的 agent framework， 或者说 Cloud Code 的那个 agent SDK。当然我没有用过 Cloud Code 的那个，大家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但还是说回问题，如果你是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工作，我建议你自己去搞一个 agent framework。它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当然也没有人关心，但它应该是会对你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因为 agent framework 是目前看起来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前面说了这么多，我有一点最重要的分享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去进行持续学习的。AI 的发展非常的快，它每过可能1个月，它就有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颠覆性的概念。
那有些是假的，但有一些是真的。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说每个模型都需要去了解，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目前最新的有哪几个模型，以及他们的能力边界在哪里。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和 AI 或者人来进行更好的沟通，让对方更明确的去理解到你想表达的内容。那这一点我认为是你无论在任何阶段、任何前后100年，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我觉得大家这个方面一定要去学习。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比如说关注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我认为就像我最开始提到的，是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因为 AI 来写代码和其他之前任何的阶段，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AI 它带来的是一个颠覆性的软件开发方式的转变。像之前我们其实对于一个工程师的好坏的评判标准，可能是他完成了多少业务，他写了多少代码，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在这之后，其实有 AI 的加持，写多少代码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有一些软件开发的公司，他们是以堆工作量或者堆人来去完成一些目标的。那这个软件开发怎么样，我就往上面庞大的去堆功能。那一个页面新来一个产品经理，我就在同样一个首页再多加3个按钮，那导致说你这个软件或者你的产品看起来非常的满，非常的复杂，功能非常的多。但实际上这个模式，那如果要达成这个状态，就需要加各种各样的工程师来去做。那就会导致说整个你的软件公司非常的庞大，你会需要去做非常多的事情，拉非常多的人，然后管理也成问题。但我觉得 AI 来了之后，这个方式就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那 AI 使得个人的能力进行了一个非常极致的放大。你之前可能是一个普普通的前端工程师，你有一些基础知识，那之后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在前端这一块领域去cover 出一些中等的需求，当然一些非常难的 debug 可能还是要交给其他人来做的。我会认为说 AI 发展之后的工程师或者员的话，它不再取决于说你这个软件公司有多少人，你能完成多少的需求。我觉得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于说你这一个人你能有一些什么非常神奇的点子，你能去做一些什么非常有突破性的事情。其实在目前看来，人力它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因素了。你一个10人的软件开发公司的团队去抗衡一个1000人的软件开发团队，我认为在目前变得是比较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你知道1000人的一个开发团队，它其实不只是你看起来人很多，它的管理其实对于1000个人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想要让这1000个人齐心协力的去对抗10人的一个创业公司，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或者说一些观众，大家应该都在公司工作过。其实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大概就知道工作是什么套路了。你需要进行升职加薪，你需要让自己的工作看起来更加有条理化，你需要有一个叙事逻辑。那每次比如说 PRD 评审或者说一些设计评审，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无论任何需求，我都会去说你这个账户设计怎么考虑的，你这个权限怎么做的，那你在我们其他端上去怎么设计的。可能对于一些偏运营或者偏产品，你这个月活怎么设计的，你这个月活怎么做的，其实这些东西你如果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套模式。这套模式的话会让你看起来比较专业，会让你看起来能够去 handle 一些大项目，会让你看起来比较有能力。但这些东西我认为在 AI 时代就会被变得非常的脆弱不堪。因为我相信大家工作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做久了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种让你消失到一些 passion， 让你没办法去真正的去投入到你的这样一个项目中。那真正的 passion， 真正的一些项目是什么呢？它是需要你有非常大的热情来去做这个事情的。它可以没有框架，你写一个很好的文章，它可以不是总分总结构的，它可以不是说一定要去 follow 某一个 instruction， 它也可以说没有框架。它有一个软件开发系统可不可以没有权限呢？它完全可以做得到。那它可不可以没有账户系统呢？它也完全可以做得到。它通过 SSH 它就可以去做这样的项目。我会认为这个思维模式一定要进行一些转换的。我们不能说一直囿于过去的一些设计，一些过去的成功路径来去往前继续走，而是说一定要通过一些非常不一样、非常有趣，通过自己的热情来做某一个项目，去收获一定的能力，收获一定的成果。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项目里边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去做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事情，来去创造
更大的价值。好的，那这里就是 Async Talk 这一期的内容。如果你有任何的评论或者说任何你的观点，欢迎在下面评论留言。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